嗨，我是刀圣。嗨，我是 Connie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聊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聊人生迷茫的话题。之前呢，我们在影片当中啊，下面有人留言的人说到啊，说他其实遇到很多事情，习惯都先向外连结，然后比较少询问自己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帮大家重新获得向内探索、向外连结的思考能力。OK，我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小时候啊，有没有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听到老师说懂不懂？不懂要问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说啊我不懂，然后说完不懂以后，就是老师就会默默的补上一句，这你都不懂。没有，我都是安静说懂那个，默认说懂，就是其实就算你不懂，你也会说懂就对了。我都不会举手。所以你知道啊，当以前小时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我都超想翻老师白眼的。因为每次他问说懂不懂，我真的的确不懂啊，不懂我就问啊，问了以后他还讲这种话，就让人家很生气。所以这件事情啊，到最后就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你知道？就变成是因为所有同学都看到我说不懂，然后老师就补上这句，所以同学都跟你一样，就开始都说啊我懂我懂我懂。事实上很多人都不懂，所以其实真正不懂人才会说懂，这样是不是？所以最后每一个人就跟机器人一样，被输入了一个指令，听到懂不懂，只要无意识的回答懂就可以了。这也会变成一种状况，就是说老师啊，通常都是给我们知识的那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反正老师都会主动给我们知识，那我们就不太会去动脑去思考这件事情到底本质是什么，这个知识到底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。然后渐渐的反正老师说的什么东西都是对的。真的，我曾经跟我爸妈吵过架，因为他们讲的话跟老师讲的不一样。那最后我就是说，老师说怎样，老师说怎样啊，然后一顿打吧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其实有时候你也遇到了，老师跟爸妈讲的不一样，但你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谁说的是对，谁说的是。那时候我还很小啊。所以其实这个状况是这样，小学我们说小学有时候老师是这样，国中老师也是这样，高中也是这样，结果啊，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一群不会思考的人。这个造成最大的影响啊，就变成是我们在知识的获取这条道路上啊，已经习惯着别人给我们答案，而且那种习惯到什么地步，就是你不要让我动脑了，你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做就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在知识学习上啊，可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人生的问题上，就更麻烦了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别人给我答案。那当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不知道你的问题该怎么做的时候，别人只要告诉你啊，你就要这样做，你就照听。可是问题是，听完如果不如你所意，你怪得了别人吗？你也怪不了别人，不是吗？所以啊，这就很容易让这种刚出社会、从小就是听话的孩子，刚出社会以后，他就会变成很茫然，因为我要念什么书，我要念什么科系，其实都是父母安排好。你这个时候把这个决定权交给我了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向内探索啊、向外连结的重要性，其实就是要教大家该怎么做。所谓的向内探索的第一步啊，就是觉察。觉察什么呢？觉察自己的感受，清晰自己的感受，对不对？就是包含情绪吗？对，包含情绪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情绪只是一部分，有很大一部分是你对一件事情喜不喜欢、想不想要、讨不讨厌，这个都是你很真实的感受嘛。那这些感受当中，当然包含了情绪啊、开心啊、厌恶啊、拒绝啊，还是喜悦等等等等。这一些情绪感受，其实只有自己最清楚，对不对？可是往往啊，我们都太在乎别人的感受，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。明明这件事情我就不喜欢，然后呢，因为我要在乎你的感受，所以我要告诉你说我喜欢。弄到最后啊，我们隐藏自己的感受，看起来像是有礼貌的表现，可是渐渐的啊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向内探索的第一步是先觉察自己的感受。那向内探索的第二步呢，就是觉知自己想要什么东西，对自己进行提问。怎么说呢？其实有时候啊，我们在感受到一件事情之后，我们通常都觉得啊，我好喜欢啊，我好喜欢。可是这时候如果再问你，你为什么喜欢？那有些人可能就被问住了。不要让别人来问你，你自己问自己。你喜欢这件事情，你为什么喜欢？你喜欢去旅行，你为什么喜欢旅行？像我喜欢去旅行的原因是因为
我会看到每一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新鲜感。很嗯多人喜欢去旅行的时候吃吃买买逛逛都没问题，但我喜欢的是那个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新鲜感。为什么会难过？这个时候如果你问自己啊，因为这个难过可能是我曾经被人家欺骗过，所以听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难过。所以当你开始问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感受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你就可以有很清晰的为什么我喜欢，为什么我不喜欢的整个过程。其实啊，讲到这个步骤啊，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。其实自己跟自己对话非常重要，因为当我们自己在问自己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自动会给出一个答案。而这个自己给自己的答案呢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跟高我之间的对话。我常常自己写下来。对对，像你对话的方式就是把它写下来嘛。对，跟高我的对话，其实有很多身心灵的书籍都有聊到。有一本很重要的就是跟高我对话的书，叫做《与神对话》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本书是什么，下次我们再来跟大家解读一下这本书。所以啊，向内探索的这2个步骤啊，就是觉察跟觉知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啊，向外连接的另外2个步骤。另外2个步骤啊，叫觉醒。觉醒。对，那什么叫觉醒呢？所谓的觉醒啊，就是因为你已经认知到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应该要去收集一下跟你这件事情相关的一些资料跟讯息，可能是人，可能是事件，可能是一个项目，可能是一个什么。当你大量的去收集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慢慢的把这个知识体系的轮廓给建立起来。像我收集的方法，我就会跑一趟诚品，跑一趟书店。因为书店里面有很多书嘛，书你只要看目录就好，目录只要1、2个章节跟你在讲这件事情相关，其实它就是值得你买回家的。那当然一个书店也不会只有1本书，可能会有2、3本书。那这2、3本书呢，如果每一个章节你大概都可以抓到一点点，你回家把这几个你喜欢的章节看完以后，就可以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。那个特别的发现就是，它好像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了，就是你自己的架构这样。对，会有一个清晰的自己的认知架构吧。那这个认知架构一旦产生，你就会忽然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好像明白了，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那种恍然大悟的瞬间啊，其实也就是你觉醒的瞬间。这种感觉很爽，你知道，这种感觉就有一种感觉像是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忽然看到了光明。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吧？对，哎呦，不错哦。我有读书。有读书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要聊到的是觉悟。对，那什么叫做觉悟呢？觉悟就是说，当你把这些觉察到的东西，帮你觉知到的东西，并且你开始觉醒这整个知识体系到底是一个什么回事的时候，你开始要去做的就是行动了。好，那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没用啊，知道这些道理没用啊，你知道之后啊，其实只有你自己照这个自己知道的部分去做一遍，在做的关键就可以发现一些你没有发现的细微的细节。书里面可能在讲的都是一个作者的角度，你多看了几本书，顶多也就是这几个作者不同的角度。可是因为如果这些东西放到你身上，你没有自己去做过一遍，你就不知道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别。那你做了一遍以后啊，其实这些所有的宝贵的经验都将是你觉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就是内化之后，然后产出属于自己的方式跟东西这样。对，那因为这边会放在向外连结嘛，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啊，它等于就是把你知道的东西给表现出来，给执行出来。所以在执行出来的时候啊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哪怕是失败，你都可以知道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，让你自己啊在下一次有修正的机会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就会是你真正的体悟，真正的感悟，这才是我说的向外连接的重要的部分，叫做觉悟。这种觉悟啊，做多了，你就渐渐的可以变成有自己的知识体系，你可以成为自己的大师。你还用知识体系这个词，我超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建立知识体系。好，所以大师，所以啊，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，叫做"成为更好的自己"。这句话 slogan，其实这句话 slogan 啊，有一部分的角度其实否定了现在的不好，因为你现在不好，所以你才想要去追求更好。而我认为啊，我们从小到大
其实不论是接受父母或师长或环境的影响，我们都听了他们的话，慢慢就失去了自我。当我们失去了自我以后，我们才开始想啊，我要开始做自己，我要去追求更好的自己。我觉得我对我现在不满，我才会想要去追求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如果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其实否定了现在，那什么样的话才是最好的？我认为那句话叫做成为自己。蔡康永其实在某一个内容上面就讨论到这个点，就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啊，都已经是在做自己，都在成为自己啊。不过我在这边要表达的另外一个观点是说，其实因为蔡康永是一个非常做自己的人，可是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像蔡康永这样，我们每一个人也多多少少都在别人的期待下去成长，所以做自己啊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现在开始做自己，有个关键就是你到底心里怎么想的，真实的表达出来，哪怕你表达出来这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，那你只需要用更好的说话的艺术去表达你自己心里所想的。所以成为自己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并且也是我们应该要开始去思考如何真正的成为自己，对吧？ Yes。所以最后啊，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